今天在座的不少同学啊，可能已经习惯了在你的手机上，对吧，玩游戏啊。你可能已经觉得这个手机这么一个小身板，哪怕能够运行3A 大作，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吧？但是你知道吗？在10几年前，手机刚刚引入大型游戏的时候，比如当年的这个《无尽之剑》问世的时候啊，很多的玩家看到那个画面，真的是难以置信的。就我作为一个多年的 PC 玩家，我完全都不敢相信，就凭手机里这么一颗小芯片，它是怎么跑动那些大型游戏的呢？其实你不知道啊，当年的 GPU 业界的工程师啊，为了让你在掌心上也能体验到游戏的乐趣，可谓是煞费苦心了。那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手机 GPU 和电脑显卡的 GPU 从设计思路上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这里面的故事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其实目前手机和 PC 的 GPU 啊，几乎所有的不同，根本上都来自一个在移动端发扬光大的渲染技术 TBR，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切片式渲染。之前我们在视频里已经简单聊过 TBR 了，那它起到的作用啊，就是提前把要渲染的整张画面分成很多片啊，然后再让显卡来处理。那么问题来了，这移动端为什么要这样渲染呢？展开说的话，就得说好久了。我们首先就得提到一个在手机 GPU 领域如雷贯耳的名字 PowerVR。玩机玩的久的同学一定听说过 PowerVR 这个名字啊，它是曾经的行业巨头 Imagination 公司推出的 GPU 品牌。PowerVR 最早做的是游戏厅的街机 GPU，90年代中期才进军的 PC 显卡。在那个显卡行业勃勃生机、万物锦帆的年代呢， PowerVR 曾经啊也是和 3DFX 的 Voodoo、NVIDIA 还有 ATI 以及 S3 等众多显卡厂商掰手腕的一员啊。那与此同时，他们的 GPU 也被世嘉相中，用在了 Dreamcast 游戏机里。那 PowerVR 之所以能混得风生水起呢，主要就是因为啊，他们在 GPU 行业里有着一个独到的技术创新，这个技术就他家在做。什么样的技术呢？勤俭持家的技术啊，核心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 TBR。我们先来看一看英伟达和 ATI 的这些传统 GPU 是如何渲染的。传统的 3D 显卡渲染游戏用的是直接渲染的管线，我们叫做 IMR Immediate Rendering。那它具体是怎么工作呢？我们一步步来看啊。首先，游戏运行的这个第一步啊 ，CPU 会告诉显卡需要绘制什么东西啊，比如你要绘制一个立方体或者绘制一个角色，这些指令啊通过图形接口和显卡驱动来传递，它里面呢就会包含物体的3维坐标啊、顶点连接关系等等重要信息。这些数据啊会被存在显存里面，等待显卡来处理。接下来 GPU 的顶点着色器会把物体的3维坐标翻译成屏幕上的2维投影，相当于从某个角度去看一个3维模型，然后把它拍成一张平面的图片啊。有了2维投影之后呢 ，GPU 就需要把它切割成无数个小格子，也就是我们屏幕上的像素。这个切割的过程叫做光栅化。光栅化完成后啊 ，GPU 还要决定每个像素的具体颜色是什么样的颜色啊。这个时候呢，像素着色器会根据物体的材质啊、纹理贴图啊以及光照效果，计算出每个像素应该显示的颜色。最终，所有像素的颜色都确定好之后，这些所有的数据都会被写入真缓冲区，等待显示器的读取，然后就能展示出一帧完整的游戏画面啦。在这样一条 IMR 的管线里啊，其实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GPU 和显存之间的数据交换非常的频繁，尤其是在后半段像素着色的时候呢，有大量的数据要在显存和 GPU 之间来回传递，这就带来了2个大麻烦：一是显存带宽不够用了，二是显存的功耗会非常的高啊。那对于旗舰显卡来说，它显存给的够大够宽，可能就完全不介意。但是对于入门级显卡啊，包括还有街机啊、游戏机啊、移动设备啊，还有各种各样对成本敏感、对空间和散热敏感的产品来说，没钱没空间去塞显存，就很难喂饱吞吐量巨大的 GPU 啊。那你想啊，而 PowerVR 多年来就是在耕耘街机、游戏机这些市场，对吧？他们要是没点绝活，怎么可能混得好呢？人家的 GPU 啊，最擅长的就是花小钱出小力办大事儿。那为了做到这一点 ，PowerVR 从1995年起率先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渲染技术，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TBR。相比传统的 IMR 直接渲染，这个 TBR 就非常的不一样了。怎么一个不一样法呢？想象一下，你现在是一个画家啊，你要画一个大画布啊，但是你不直接一笔画完整个画布，而是把它切分成很多个小块，每一小块单独画。那这个就是 TBR 的核心思想。
在传统的 IMR 管线里面啊，整个场景的数据都要一次性的送往显存，但在 TBR 当中啊，屏幕就被切割成了很多这种小块，这个我们业内称作 tiles 切片。你可以把这些 tiles 想象成一个个小储存箱，每一个箱子里啊都存放着和这个区域相关的几何数据。然后为了避免浪费资源啊 ，TBR 的管线里也会用到一些另外的技术，比如 HSR 来先计算物体之间的遮挡关系，判断哪些部分在视野中是不可见的。你被挡住的部分嘛，就没有必要去计算了，对吧？减少一些工作量了。那接下来啊 ，TBR 就会在每个 tile 内部进行光栅化和着色。那这里最大的不同啊，是在现代 GPU 引入了缓存机制之后啊，因为都切成小块了嘛，所以 tile 上着色完的像素信息是用不着立即传输到显存的，而是可以保存在 GPU 内部的缓存当中，在需要的时候就能低延迟的去调用了。再接下来执行完透明度测试和后期深度测试之后啊 ，GPU 才把这个 tile 炫出的一小块的画面从缓存送进显存的真缓冲队列里面啊，整个过程下来啊 ，TBR 就可以节省海量的传输消耗啊。那虽然说切割 tile 这件事情本身也要消耗一些额外的资源，但和节省下来的性能功耗比起来呢，往往还是值当的。另外啊 ，TBR 还有一个特别的优点，就是它对于诸如 MSA 这样的抗锯齿技术非常的友好。通常情况下，你开启抗锯齿是会增加显存占用的。比如4倍的 MSA 的话呢，你就需要在显存上对需要做抗锯齿的这个物体的边缘去读写4倍的 frame buffer 啊。但是用上 TBR 之后啊，就不需要直接在显存上读写了，能够省很多的带宽啊。那有了 TBR 和 HSR 的结合之后啊 ，PowerVR 的入门 GPU 就可以以更低的规格、少得多的内存带宽，实现不逊于竞争对手中档 GPU 的性能啊。他们当时推出的 Cairo 架构的显卡，确实都是瞄着性价比去的，以小博大，算得上是平民英雄了。可惜啊，进入了21世纪之后啊，显卡市场是越发残酷啊。我们之前就做过视频聊过啊，英伟达在1999年的 GeForce 256上实现了硬件 TNL， 直接在性能层面降维打击所有的对手，竞争之激烈啊，甚至连 3DFX 这样的行业巨头都败下阵来。最终 PC 显卡行业就只剩下了 NV 和 ATI 2根独苗了。那 PowerVR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了。他们除了在对硬件 TNL 和最新的 DirectX 8的接口支持上慢了 NV 一拍之外呢，当时的开发者也普遍不太喜欢他们的这个 TBR 的管线，可能由于驱动写的比较烂的关系，很多时候是需要做额外的适配工作的。然后啊，他们显然也做不到跟 NV 正面去硬刚性能，所以无奈之下 ，PowerVR 就只能退出 PC 显卡市场啦。那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啊。PowerVR 的这个 TBR 技术用在成熟的桌面显卡市场，大家不愿意去配合。那如果用在一个不成熟的新市场，本来就没有标准，是不是一开始就能被大家接受了呢？哎，这次啊 ，PowerVR 就瞄准了一个从来没有人挖掘过的新方向啊，就是移动 GPU。彼时的手机还刚从大哥大演进为彩屏呢，手机上的芯片自然是不包含 GPU 的。毕竟以当时人们的认知，是怎么都想不到手机为什么会需要一个 GPU 呢？但是 PowerVR 还是很有远见的，他们做移动 GPU 呢，一方面是看好这个便携式的游戏设备，还有未来的3D 手游，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们觉得未来的手机啊会有越来越复杂的图形界面啊，手机这样重交互的设备呢，一旦智能化起来，厂商一定会做出各种2D、3D 的系统动画效果，这些交互动画会需要很多的图形算力。仅仅凭借当年的 ARM9 处理器的那点 CPU 性能，恐怕是没有办法满足的。给手机配备专用 GPU 绝对是有意义的。而恰好 PowerVR 一直以来的杀手锏，它的 TBR 技术又特别的适合用在手机上，因为手机恰恰就是缺内存带宽，就是缺各种资源，就是要求低功耗。那如果能把 TBR 结合进来，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实现手机上可用的图形效果了。于是，在2001年，世界上第一款手机专用 GPU 诞生了，就是 PowerVR 的 MBX。作为手机 GPU 的始祖啊，这家伙后来被搭载在了很多的设备上啊。当时手机处理器的业界标杆德州仪器的 OMAP 2420就使用了 PowerVR 的 MBX GPU。那使用这款芯片的最经典的机型，就莫过于诺基亚的 N95啦。N95在当年是真正的旗舰机皇啊！我上学那会儿，我同学里有富哥买了 N95的，我们都得顶礼膜拜啊，指望人家能开恩借来玩一玩啊。
除此之外 ，NBX GPU 还被用在了初代的 iPhone 上，用于支持 iPhone OS 的界面动画和游戏娱乐。你看，诺基亚的塞班旗舰和苹果全触屏的新机，这2个业界的标杆都先用上了 GPU 了。这一波下来，PowerVR 算是借着智能机的东风，迎来了第2春啊。过了几年之后，PowerVR 又推出了 SGX 5系列的 GPU， 通过引入硬件 TNL， 让 GPU 从 CPU 手里接管了顶点处理和光照计算，大幅提高了性能。手机上也第一次拥有了可编程的渲染管线。那 TBR 的渲染流程也受益于此，可以更早的开始遮挡剔除的判断工作了。那 SGX 5这一代 GPU 甚至可以说是现代移动 GPU 的开端啊，它也被用在了更多的设备里啊，从我们熟悉的 iPhone 3GS 啊、iPhone 4啊，还有 iPad 1代啊，再到三星初代的 Galaxy S、摩托罗拉的里程碑等一众采用了三星和德仪处理器的安卓机，再到 PSV 掌机啊，甚至于英特尔的阿童木处理器里，你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尤其是这个 SGX 543还有544这2代，可以说相当的经典啊，应该有不少同学以前玩机的时候也接触过。那这一段时间也是 Imagination 混得最好的一段时间啊。那在此期间啊，手机的图形标准也在慢慢的完善。OpenGL 还专门为移动端做了 ES 标准，去适应低功耗、低带宽的设备，所以其中的很多优化就和 TBR 的特性给契合上了。而其他厂商看到 TBR 技术很管用，也都决定跟进了啊。像 ARM 的马力 GPU 啊，从一开始就使用了 TBR 管线。而高通的 Adreno GPU 就有点特殊了，他们最早是从 ATI 手里买来的 IMR 的 GPU， 但是从14年的 Adreno 400系开始，高通也引入了 Flex Render 技术，可以 IMR 和 TBR 双修了。所以你看，很大程度上正是 PowerVR 和他们发展的 TBR 技术，塑造了今天手机端的游戏渲染管线。那么又有同学要问了，既然这个 TBR 技术看起来如此的多快好省，那为什么当时的 NV 和 ATI 不去用它呢？桌面端的独显不也可以受益吗？这个事情还是有点复杂的。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 PC 开发者先入为主之外呢 ，TBR 其实也是有一些实打实的缺点的。首先TBR 这套流程能够有效执行的前提是前面切 tiles 切片来处理顶点的这个代价要小于后续处理整张图片的代价。也就是说，你切片行为本身不能消耗太多的性能。很多时候，游戏的模型做得太复杂，切片很难切，那么 TBR 的优势就会被削弱了。PC 上的游戏开发者们并不会有意识的去考虑这件事儿，倒是手游开发者在一开始就会去配合 TBR， 比如可能会给模型减面减少顶点数量，来尽可能让 TBR 发挥出更高的效率。那除此之外 ，TBR 在特性上是比较依赖 GPU 自带的缓存的，但是像 PC 游戏上的环境光遮蔽全局光照甚至光追这一些进阶的技术，往往都要借助其他数据来协助计算现有 tiles 上的结果。那这种时候本地缓存就没用了，因为还是要写回显存再读取出来的，你就省不了一点带宽了。好，聊完了理论之后来给大家玩一个有意思的互动的小东西吧。这一次我们也写了一个小软件来检测渲染顺序。在 Windows 用的 OpenGL 4点几，在安卓是用的 OpenGL 的 ES 3.2。它的原理就是在像素着色器的每次调用里都给一个计数器加1，然后超过固定的数量就停止渲染。通过这么一个小程序，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 GPU 是按照什么顺序给画面上的像素着色的了。这个小程序我们也作为一个课堂教具，大家可以自己下载下来玩玩看啊。来，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桌面 GPU， 那它在这个测试里基本上就是 IMR 的行为，但是在细节上，其实它的处理顺序也不是像我们前面讲的那种严格的或者说典型的这个 IMR， 对吧？严格的从上往下、从右往左去着色的。你看全程下来呢，也会有一些分块的现象出现，不过到头来 GPU 还是按照一个个图源的顺序来处理的，所以这个肯定不属于 TBR 的范畴。但是移动端的马力 GPU， 对吧？你看这个就是根正苗红的 TBR 了，这一块接一块的渲染，非常典型的一个 TBR 的特征。那与此同时呢，高通的 Adreno 就有点不一样了，它似乎在这种帧缓冲比较小、条件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呢，是直接放弃了分块，转而去使用它 GPU 自带的大缓存，来直接执行类似于 IMR 的步骤这看起来是很豪横啊。而即使在几何比较复杂的时候开始使用 TBR 之后呢，它在 tiles 里也是先执行了类似 IMR 的操作，而不是像马力那样先算好每个图源的可见性，再去给每个像素着色的。哎呀，这移动端都是 TBR， 但是各家的方案还真是有点不一样呢。
OK， 相信你看到这里也大概清楚了。那总的来说呢 ，TBR 是在移动端的 SoC 硬件能力受限的背景下诞生的一种丢芝麻捡西瓜的一个渲染策略啊。它的终极目标还是让用户能够在手机上顺利的玩游戏。那同时 ，TBR 的影响也并不只是出现在手机上啊。这几年来啊，我们熟悉的桌面端显卡，从英伟达的 Maxwell 也就是9系卡开始，还有 AMD 的 Vega 架构开始，也引入了一些 TBR 的思路啦。比如 NV 的 Tiled Caching 技术啊，就是把更多的数据交换留在 L2 缓存上，来减少显存带宽的压力。反过来说，如果硬件资源并不匮乏的情况下，那么 TBR 就不是万能解了啊。像高通的 Adreno GPU 在我们的测试里就是能屈能伸，对吧？当然前提也是它有尖端制成的大容量缓存的加持，能够扛住部分 IMR 的开销。现在看起来，逐渐阔绰的移动端并没有忘记 IMR 的绝对性能，而多年来大手大脚已经习惯了的桌面端呢，其实背地里也已经开始勤俭持家了。我觉得他们在技术上的更迭，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发挥硬件性能，这一点上其实是殊途同归的。说到这里，我们关于手机 GPU 渲染管线的科普就告一段落了。虽然有点生涩吧，但是希望大家看完能有所收获。不知道大家等会儿玩游戏的时候，会不会突然就开始在意起这个画面到底是怎么渲染出来的呢？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干货的话呢，一定要点赞支持我们，也别忘关注我们频道极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